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从很久以前就一直被大家讨论的逆电流。这颗音看得出来，我已经拆下来放了很久，这个点烟头插座都生锈了，而螺丝我已经拆开了，所以一拉就出来了。然后说实在话，这种东西，从全电容式的到这种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式的，这种东西其实争议一直很大啦。然后像这一颗，它这边有一个胶封的东西，这个它有那个这个叫什么胶我忘记了，这种胶很硬，它多半都在封存一些电容电阻啊，一些比较怕温度或者震动的东西。那以这一颗的设计来讲好了，可以看到它电容就只有两颗，然后35V 470V 跟我看一下，跟 2.5V 2.2V 50V， 它就只有这两颗电容，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二极体啊，然后 IC 这样子组成。因为这边没有看到，不太确定它这里面到底是装什么东西。那其实以逆电流这种东西，我觉得可能不要太去神化它的效用。然后像这一个，以我浅薄的知识来讲，我只能觉得这个其实逆电流这种东西，我觉得应该称它为是稳压器，称它为电流稳压器会比较适当。因为说实在话，你要靠这么小的一个东西能够达到省油增加马力，真的很难，我的感觉啦。然后像还有之前网络上还有一种就是它有卖套件组，你去电子材料行它有卖，它盒子啊很多电容啊，有一块 IC 板，让你回去自己 DIY 那一种我觉得装上去以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稳压，跟类似它本身是一颗小电瓶。像现在电动车很风行，然后锂电池、锂电瓶，就是车用的那种电容式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多。像之前我看过一个报道，好像 F1 赛车上面，它好像是燃油引擎跟电动驱动马达是并存的。然后它里面就是有那种超级电容，去负责瞬间的放电跟除电。然后它主要的功用就是，可能在必须使用只有使用燃料引擎的时候，它会去把电储存回去超级电容里面。然后当需要电动马达驱动的时候，它可以瞬间供电，让那个驱动马达能够快速的运作。其实说穿了，电容它就是一个储电装置而已。所以说你要靠那么多电容，当然了，像我之前有拍过一部影片，就是电瓶的重要性。当然电瓶的储电量跟它的电阻值越小，
对车辆的对引擎的行驶、引擎的运作一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它的发电机不用一直去增加负担、增加引擎的负担去发电，所以以这个理论下去推算的话，电容式只能说电容式的逆电流，它的帮助性可能会比较高一点，但是还是一样，不可能那么神效啦。一个小小的东西，可能几十颗大小不等的电容，就能对车子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又省油，马力大，又好骑好开。我是觉得功效不大啦。以汽车来讲好了，或者摩托车来讲，可能你换一个安培数高一点的电瓶，然后内阻值低的电瓶，反而它的功效会比较明显。所以说，像这种，像这种电子产品，可能真的就是，看啊，我是觉得，当然，如果你们相信的话，去装这种东西，当然也不反对，因为毕竟人家敢做出来，就是要卖的啊。那只是我不希望大家，太去神化这种东西啊，因为说实在话，这种东西，当然我不是这个牌，我只以随便找一颗出来举例。那我只能说，这种东西一定有它的效用在，只是不太可能会有省油啊、马力增加的这种效果出现。如果你说音响啊或车上的电器稳定性会比较好，这个我反而比较相信，因为就像刚刚讲的，电容它本身就是一个储放电装置。当然你车上的电压越稳定，相对的你车上的一些线路啊或者电装品一定会它的运作一定会更顺畅。所以说你说装这种东西对电路上会对车上的电装品有帮助，这个我还比较相信。如果你说光装一个这种东西对省油对马力输出有帮助，这个我是抱持着怀疑的态度啦。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如果这种东西它的储电量够大的话，它足以去减轻发电机的负担。这个前提之下，是有可能可以减轻引擎的负担，让引擎更省油，让该有的马力没有流失掉，这个有可能。但是这么小的一颗，我觉得不太可能办得到了。好了。那今天这个很简单的、非常简单的逆电流、滚压器这种东西的，我对它的感想就到这边喽，谢谢各位，拜拜。